住在烟台上矿，现在是岐山社区一带的70、80后，一定会想起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在塔山的一起幼女奸杀案。那时，我的家就搬到了案发现场的东边的一片楼群里。我家所在的居民区地形比较复杂，正南面是海拔近400米的低山，东边还比较繁华，是岐山小区，西边可就大相径庭了。从一个水库过去到南山公园之间，尽是沟沟壑壑的山地和洼地，种满了苹果、梨、杏子、桃子等等水果。由于地势不平整，其中还有不少的岔道通往了种植水果的那些支离破碎的山间小平地。那里被我们这些皮孩子称为根据地，不上学的时候就在其中摸爬滚打，顺手偷个3苹果2枣的。可是好景不长，自从发生了那起案件，加之后来发生的恐怖事件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就是大白天也不敢回到我们的根据地了。那起奸杀案，楼主记得是发生在春天，下了几场雨后，西边的水库长满，就有许多的年轻人来此钓鱼。那个遇害的小女孩当时大概3、4年级，父母都是塔山一家工厂的工人。那时候的父母都不太管孩子，小学生放学的时间也早。这一天，小女孩放学回家的路上，一个青年男子骑着自行车拿着鱼竿过来，看见了小女孩，招呼了她一声，然后把她抱到了自行车横梁上，一起到水库钓鱼。小女孩认识这个男子，她到水库边玩的时候经常遇到，有时呢，这人还送给小女孩几条鱼，一来二去也就熟了。谁知这个男的有心理疾病，他钓了一会儿鱼后，男子把小女孩骗到了水库西边果园的一条小坡上，奸污了她。事毕以后，女孩说要告诉她的父母，男青年怕泄露，丧心病狂地掐死了她。由于紧张，连尸体都没转移，转身就跑了。这个案子破得很快，据说那女孩的母亲下班回家，还看见了杀她女儿的那个凶手，正在往自行车的把手上挂东西，手哆哆嗦嗦的，怎么也挂不上。当时还以为这人得了什么怪病。女孩母亲把这件事告诉了警察，加上小女孩被那男的抱上车子的时候，有人看见了，再加上现场女孩的尸体旁边还有一个装着死鱼的塑料袋子，凶手很快被抓获。那时，烟台是全国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，凶杀案极少，再说城市也不大，这事儿一时间内传得沸沸扬扬，甚至许多学校开始把第2课堂挪到放学以后，尽量和家长下班的时间一致。讲到这儿，故事的主角正式登场。这人姓曹，40来岁的大老爷们儿，是上矿大队看果园的，全名没几个人知道，因为他有个显著的特征，2条腿很长，所以都叫他高腿鸡。高腿鸡在我们这群混小子的眼里可不是一般人物，在偷苹果的圈内，他非常的神。一是眼力好，火眼金睛，离他个100米开外偷摘水果都会被发现。二呢是跑得奇快，被他老远的发现，一般能抓你个现行，少不了挨上几个暴力和几下连环腿。高腿鸡10年如一日的在这儿看守，自然闭着眼就能走完。正走着呢，前面就是一个小洼地，道路把它一分为2，俗称走锅底，就是先下坡，穿过谷地，再上坡。高腿鸡呢，当时就走到了洼地的边缘，正准备下坡。突然他发现在暮色朦胧之中，对面的上坡路上有一个小小的身影。高腿鸡此时是恨得牙根痒痒，心想着说，好啊，这帮兔崽子还敢来偷，这次要抓你个人赃俱获。于是他停了下来，眼睛不眨地盯着对面的动静。因为那个上坡路的擦肩一侧高出来的土坎上就有苹果树，上去一拐弯，果实唾手可得，所以在他这边能清楚地看到是谁在偷窃，甚至偷了多少。只见那个身影正是往坡上走着，
高脚鸡的肾上腺急速的升高，他正等待着那个身影的手伸到苹果的那一刻，他好发出那气壮山河的怒骂。可是接下来的一幕让高脚鸡头皮发麻，那个身影看上去就是一个小孩，可天暗看不清男女，但是这身影的动作极其怪异，他不停地在重复着一个动作，张开双臂，像是一个现拉的木偶，跌跌撞撞地向坡上走，然后又后退着倒回原地。这样把高腿鸡看的是目瞪口呆，心说这是什么功夫？他又看了一会儿，一股凉气直冲头顶，那影子后退的动作就像是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不断地拉回来。这时那个东西的动作又发生了变化，突然一下子跪在地上，头还向前一点一点的，就像是在拜佛一样。过了一阵子，那个身影才跪在地上不动了。高腿鸡看了半天，觉得可能是谁家的弱智儿童跑出来了，这天呀马上就大黑了，可不能不管。他先是大喝了一声，是谁家小孩？下到洼地到上坡那儿看个究竟。洼地的锅底部分生长着一些不知名的树木，虽然不高，但夏季的枝叶繁茂，这个位置看不清对面上坡的情况。等来到小坡的下面时，高腿鸡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这小坡上什么都没有。奇怪，高腿鸡呢一开始还以为准是那小孩在自己走到洼地里的时候跑了，心里有些嘀咕，可还是朝坡上去找。到了坡顶，他下意识地回身往洼地里望了一望，不料就在这时，他的视线与一个东西碰了个正着。在上坡路一侧低下去的一片草地里，直挺挺地站着一个小孩。只是高腿鸡呢还以为是自己刚才没看见，就顺着小坡下去了几步，嘴里还说着，你是哪家的小孩？天黑了还往山上跑。说着还把手里的竹竿伸向了那个小孩，想把他拉上来。谁知那个小孩呢一动不动。这次高腿鸡可火了，又一次的神兵天降，反正也不高，他一下子落到了小孩的一侧。他这一落地，可算看清楚了，这是一个女孩，留着齐眉短发，一动不动的，也不看他。由于是个侧脸，高腿鸡看不清楚，就想着绕到前面，俯下身子仔细看看。这一看不打紧，高腿鸡几乎是大喊了出来。这是一张怎样的脸呀？眼睛爆出了眼眶，鼻孔向两边打开，胀得比一般人大了许多，尤其是那张嘴歪在了脸腮的一侧，张得大大的，并伴随着一阵阵的急促喘气声。更令他恐惧的是，那女孩呼出的气，她离得这么近，几乎完全感觉不到。就在这一瞬间，高腿鸡什么都明白了，这个小上坡就是1年前那起奸杀幼女案的案发现场，而这个小女孩，她就是高腿鸡。当时发出了自出娘胎以后最高分贝的叫声，幸亏他的腿脚还能动，他也不知道是怎么爬上的小坡，头也不回的就向着山下狂奔。与此同时，他分明听见了那个洼地里传来了一阵阵凄厉的哭喊声。高腿鸡几乎是一夜没睡，第二天他胃疼得厉害，一连几天不停，到医院一检查，发现胃部长了一个怪东西，马上的住院安排手术。这幸亏不是什么恶性肿瘤，就算这样，术后也让他在医院里住了1个多月。后来高腿鸡呢把那晚发生的事告诉了大家，有些老人就说就是他得了病，运势低，血气衰，才能看到那些不干净的东西。还有人说，横死的人呢每天都在重复他要死时的动作，所以冤魂是不灭的。如今那个小女孩遇害的地方早已被居民楼包围，那个小坡呢也改为了石阶，顺着下去以后就是原来的洼地，而现在
平整成了社区广场。塔山最大的广场舞集散中心，几乎天天是群魔乱舞。只是不知那靡靡之音是否能超度可怜小女孩的亡灵呢？你遇见过奇异的东西吗？第一次看见那东西，我才7岁。7岁之前，我是个普通的小女孩，也从没有鬼的意识，没有所谓害怕的感觉，除了怕被大人打，怕被公鸡啄，怕打针。7岁之前，我一直生活在我的出生地，一直是被外婆带大的。7岁开始要上学了，我就被带去了父母的身边，来到了那个村子，那个我的家里。我家隔壁有一个不住人的房子，房子是长方形的，但里面的门，所有的窗户全被封死。从带锁的锈迹斑斑的门缝里，看得出里面是用砖砌了墙，把门给封死的。窗户也是。房子的外面写着一些大大的脱落的红字标语，可是我太小，根本不认识。房子旁边呢有一条小路，堂弟和奶奶家必须通过这条小路，此外别人根本不会走。有次我去奶奶家买泡泡糖，奶奶平时呢是去村子学校摆小摊的。路过那个房子时，看到墙里边有个圆洞，够一个人进出，里面非常的黑，看到了很多的稻草，别的根本看不到。我产生过好奇，但从来没多想过什么。直到有一次，6岁的堂弟悄悄地对我讲，那个房子里的洞里看进去有个影子。我呢就跟了他去看。当时我身边呢有好几个小朋友，我们一起去看了。于是顺着堂弟指的方向，我把脑袋向洞口探着看，果然看到了一个一动不动的黑色影子，分辨得出是一个男性，中等身材，而且还不瘦的男人，光头，看不出头发，影子是黑的。奇怪的是，不是躺在地上的，是站立着的。我只见过在地上的影子，可从没见过像人一样可以站着的。我身边的小朋友看到的描述的也都跟我看见的一样，我们非常害怕，就找来了大人，村子的一个老奶奶，可她看了什么都没说，不知道她是撒谎还是真没看见。接着我们还在原地遇见了来奶奶家玩的表哥，表哥比我们大很多，至少14岁左右的，他看了看也什么都没看见。最后我们再去看时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很清楚地记得，那是一个阴天，我第一次见到了自己不能承受的东西。我很害怕，每次路过那房子就要跑，但好奇心让我有时候还是会去看一下那洞口，经常能看见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但不是每次都见得着的。后来上学了，老师教育我们要相信科学，不能迷信，我都渐渐地快忘记这些了。而且在我小学3年级那年，这个房子被村子里的领导请人来拆了。我看到里面有好多的稻草，竟在里面的地下还有一口棺材被抬走了。我不理解的是，这个棺材里的人是谁？为什么不葬在山上，而是在这里面呢？我母亲告诉我，以前那个墙洞是被人打出来倒东西的。我还在拆的现场看见了里面的地上有很多碎的瓷碗之类的。之后这里是菜地了，这里也没人愿意造房子，只好用来种菜。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已经渐渐地忘记了害怕。不过好景不长，房子是拆了好久，我又再次地见到了那个影子。那是个雷雨夜，我在邻居家看电视，那时整个村子没几个人家是有电视的，而他家有一台黑白电视机，村子里的人都去看。我是因为父亲外出，说要很晚才能接我回家。母亲那时呢和我妹妹在外婆家，家里没人，所以我就乖乖地看电视，等父亲来接我。看完潘玉良已经快12点了，父亲还没来。有个看电视的村民要求我去奶奶家拿葵花籽，他们想买包吃吃，非要我去拿。没办法，我只好拿上雨伞，硬着头皮穿过已经变成菜地的房子那儿，到奶奶家去。外面漆黑一片，几乎什么都看不见，我几乎是凭感觉摸着过去的。但是在一个闪电下，
我清楚地看见了那个影子，它还是原来的那样，只是站的地方不是原来的地方，而是换到了中间稻草堆的旁边了。它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雨中。我吓得飞快地跑，到了奶奶家是砰的一声，很响地撞开门进去的。回来时，奶奶用手电帮我照过这段路，而我却再也没看到那个影子了。第二个怪事是关于新屋里的大人。那件事不久以后，我家造了新房，2层楼的那种砖瓦房，在当时算是不错的。房子要造好久，我们一家人呢，先暂住在了新房旁边的一间又小又脏的泥房里。有一夜里，母亲哄妹妹睡觉，并对我讲，新房里1层的灯忘记关了，叫我去关掉。我呢，就跑到了新房里，搬了个凳子，打算去拉灯。那个灯是临时安装的，用于灶房下班晚的时候照明用的。开关是拉的，安装在了灯泡的旁边，而且线很短，我得爬上凳子才能拉得到。可怪事接着发生了。当我拉黑电灯的时候，停了几秒，借着窗口明月射进来的光，就发现我身边的凳子旁边站了一个大人，看得出也是男性。我家只有父亲是男的，以为是父亲提前回家了，就喊了一声爸爸。我马上的打开灯，可开了灯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想可能是我看花了，再次的关上灯，等眼睛适应了，又看见了旁边的那个人。我当时彻底的吓坏了，哭喊着跑了出去，跑去了母亲那儿。我母亲呢，竟然不相信我，她自己去拉掉了灯。不过没几个月，我们的房子也完工了，我们也很快的住了进去。起初我挺害怕的，但我们住进去以后，竟没有任何的怪异现象发生。渐渐的，我也就忘记了当初那回事儿了。这第3个怪异的事情是关于学校厕所外的老太婆。我们村小学的地基曾经是一片乱坟，后来挖了造小学，所以我们学校总是会传出一些吓人的鬼话。我呀，从来不信的，但有一次却不得不信，因为我也看见了。我才读5年级，当时是冬天，我们5年级教室刚好在走廊的最旁边，再过去一点就是厕所。这个厕所负责上课和住校的寝室两用。学生的寝室是在教室的对面，中间隔着一个操场。我是通校生，家就在学校的隔壁，所以我是负责管自己班级钥匙的。有时起得早，5点多天刚刚亮，就得为班级为同学开门了。有个早晨，我去开门，远远地看见厕所外面有一个穿蓝色衣服，那种有包扣衣服的老太婆。她的头发是盘在脑后的，弯着个腰，不知道在干啥。我呢也没多想，只是觉得她起得好早，可能是去赶集，顺便进了学校上厕所来着。我管自己开了教室门，就算完成任务，坐在教室里玩着。完了，陆续的同学来晨读了。有同学告诉我说，昨晚住校的姓黄的女生见着了鬼，生病了。我笑一笑，以为是开玩笑的，因为她平时开朗，特别爱说大话。结果她真没来上课，而且过了好几天，我们都没见着她。到见到了她父母来学校替她办理手续离校的。她父母讲，她在那个晚上起来上厕所，看见厕所的边上有个蓝色衣服的老太婆，进厕所前她就在，出厕所时她还在。于是我同学就上前叫她奶奶，结果走近了，发现不太对劲，就转头跑回了寝室，接着就高烧不断，人还神志不清的。看来我那天看见的和她看见的是一样的，只是我见到的时间晚的很多，是凌晨。庆幸的是，还好我没有去叫她奶奶，否则我是不是也会吓坏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内容，喜欢的小伙伴欢迎关注。本期结束，下期不见不散。大家都知道黄皮子坟吧？咱们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呢，就和黄鼠狼，也就是
黄大仙有关。正道之道教衰微后，五大仙被东北的农村百姓供奉。五大仙又叫五大家或五显财神，分别指狐仙狐狸、黄仙黄鼠狼、白仙刺猬、柳仙蛇和灰仙老鼠。黄仙呢，或称黄大仙，俗称黄鼠狼，部分北方的农村唤作黄大仙、黄皮子等。这个故事呢，是同事 Z 告诉我的。他说这是发生在他老家的真实故事。话说 Z 老家的村子里呢，有户人家盖了新房，但老房的土砖呢还舍不得扔，想着还可以用来盖猪圈什么的，就堆在了自家的新房楼梯洞里了。后来某一天，他想着土砖呢早就是淘汰了的东西，不实用了，于是呢就想搬走给扔了。搬到最后的几块土砖的时候，才发现这些土砖的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长了一小片的野草，里面好像还在有什么东西。他呢就拨开野草看了一下，好家伙，一只硕大的黄鼠狼嗖的一下就窜没了，把他吓了一大跳。缓过神来，发现草堆里还有4只没睁眼的小黄鼠狼。他呢一不做二不休，回屋拿了他用来打麻雀的气枪，把那4只小黄鼠狼全打死了。到了晚上，他家其他的人回来，他也就说了这事儿。他家人就说这东西有灵性，打不得，你杀了他的崽，他肯定会回来找你的。这话呢把他吓得当天晚上就没敢睡觉了，拿了绳子把那4只死的小黄鼠狼崽子绑上，挂在了窗口，自己呢则拿气枪守在窗口，想着等黄鼠狼来了就一并解决。不知不觉这一等就是大半夜，这个人的神经一直紧绷着，眼睛都没眨一下，死死地盯着那4只小黄鼠狼崽子。可怪事就这么发生了，那4只小黄鼠狼崽子一眨眼的功夫全都消失了。这个人呢就觉得事情蹊跷了，明明自己眼睛都没眨一下，怎么就突然消失了呢？这个人的胆子也够大的，既然在之后呢也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，继续拿他的那支气枪打他的麻雀。没想到过了没2天，发生了一件更加离奇的事儿。那天半夜的时候，这个人像以前一样拿着他的气枪，带着手电筒去打麻雀了。打了没几只，突然发现前面的树上好像有一个黑影。他以为是什么大喜鹊之类的，还高兴了一下，于是呢拿着手电筒照了一下，这一照差点没把他吓死。他看到一只大的黄鼠狼正翘着2郎腿坐在树杈上，盯着他的同时呢还带着很诡异的微笑，朝着他频频点头，好像是个人一样。这可把他吓惨了，掉了头没命的跑回了家里。到家一想，感觉这事儿可闹大了，于是呢天还没亮就忙跑到了隔壁村，去找了当地有名的老太婆，跟老太婆呢把这事情一说，老太婆就知道这事儿弄大了，于是跟那个人说，你打死了他的孩子，他没那么容易就放过你，我先去你家试着把他招来，看他到底想怎么样。然后2人呢就连夜赶了回去。到了那人家，老太婆呢做了点法，还真就把那黄大仙给招了过来，好像那黄大仙就附在了老太婆的身上，说了这么2句话，你杀我家几口，我就杀你家几口，要不然我再留1口给你。这个人意识到麻烦大了，他正好有4个孩子，这不就等于4个孩子都要出事的吗？他连忙的跪下来求老太婆救他。老太婆只是说，凡事都有因果，你杀了他的孩子，他就一定会报复你，不然他不会罢休的。事情都到这个份上了，我也没有破解的办法，我也不收你的钱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说完也就走了。这个时候呢天也就亮了，他连忙爬起来去看他的孩子们，结果就看见他的4个孩子3个都已经断气了，还剩了1个，后来也是一个白痴。这就是黄大仙说的还给你留1口。说实话，黄鼠狼这种生物真的非常诡异，民间都有无数关于它们的传说。
老人家都说不能直接叫黄鼠狼，要叫黄大仙。就算他们到你家里来，你都不能对他们不敬，要恭恭敬敬地送他们走，千万不能去伤害他们。而接下来这个故事是我以前的上司给我讲的。我们上司是个胖胖的中年男人，离过婚，他也经历过不少的怪事。这个事儿是他现在东北女朋友给他说的，他老家发生的事儿。话说我们上司的女朋友的老家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，东北那边比较信奉些家仙之类的东西，黄鼠狼也是家仙之一。他们那个地方呢，也常常会见到黄鼠狼，时常的半夜会在马路上跑来跑去。他们家楼上住着一家人，这家的夫妻俩40多岁，孩子在外地上大学，男人在医院上班，女人则早办了内退，在家里打理家务。这天，这家男人呢要值夜班，就只剩下女人一个人在家。女人吃完晚饭就出去打牌了，不知不觉天黑了，出来一看都快到12点了。于是呢，女子就匆匆忙忙地往家赶。快走到家楼梯口的时候，她突然想起来，这衣服都还晾在天台上，这衣服还没来得及收呢。于是呢，家也没回，就先跑到天台上去收衣服。因为当时住的是老楼，就是一条走廊有很多家的那种，所以都把衣服晾在了楼顶的天台上。那天是农历15，天气很好，月光把整个天台照得跟白天似的明亮。女人到了天台，就急急地奔向了自家晾的衣物那边去了。刚收了没几件，她突然听见天台水箱后面有什么声音，而这声音越来越大，好像是有人在说话的声音。女人就觉得奇怪啊，这么晚了，还有谁在天台上呀？水箱后面的地方平常是没有人会去的，难道会是小偷吗？好奇心促使着女人去一看究竟，慢慢的摸到了水箱的旁边。而接下来的这一场面让女人一生难忘。成群的黄鼠狼大概有100来只，整整齐齐地排成了3角形的队。队伍的最前是一只个头稍大的，似乎是领袖之类的。在他的带领之下，100余只黄鼠狼都像人一样，2个后腿跪在了地上，2个前爪合十，口中呢似乎还念念有词着，朝着月亮一下一下地拜着。女人给吓傻了，她哪里见过这种场面，当即就尖叫了起来，腿却软了下来，瘫倒在地上，根本起不来。黄鼠狼群呢受到了惊吓，顿时四处逃窜，而为首的那只却根本没动，他仍在原地，2眼直勾勾地看着他。女人更是害怕了，她叫的声音也就更大。正在这个时候呢，楼下的人听到了她的惊声尖叫，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，纷纷地跑到了楼上。而那个为首的黄鼠狼听到了人声，就唰的一下不见了，女人就晕了过去。女人回家以后就病了，病得很重，她男人呢就把她送到了当地的医院，却怎么都治不好，不管用多好的药都没什么效果。女人的病每况愈下，男人呢实在没办法，只好将女人接回了家，请了假，每天悉心照料。他们大院里呢，一个老太太听了这事儿，就说这女人是撞了什么，就跟她男人说要请人看看。她男人是一个医生，肯定是不信这些东西的，但看到了女人那样，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，也就说试试吧。于是在那个老太太的帮助之下请了人，那女人呢竟然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，没过多久就好得差不多了。女人很是感谢那个老太太，就把自己当晚看到的那个情况给老太太详细的说了一遍。那老太太讲，黄大仙祭月，一般看到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，更何况你还惊动了他们，这次要不是请人及时，你的命恐怕是保不住了。而这件事情呢，也很快在他们的大院里传开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鬼叔。咱们今天讲的故事呢，和天涯论坛有关，是天涯网友们分享的关于学校、黄皮子和变电所的诡异经历。以下都以
第一人称讲述。注意，本视频含有未经证实且令人不安的成分，请谨慎观看。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集。好，开个玩笑啊。那么咱们接下来再讲讲关于在变电所里的诡异故事。鬼叔曾经接到过各行各业粉丝朋友们的投稿，像是酒店前台、导游、博物馆讲解员等等，这些离奇怪异的经历在不同职业的视角下，总能带给我们离奇恐怖的体验。那么今天的故事和某变电所有关，同样是天涯论坛。1979年的秋天，在经过2年多的努力，某铁路电气化基本完成。我们一起到铁路工作的是几个复员的军人，在陕西、四川培训了3年后，被分配到了大山里的一个小变电所，在里面担任值班员。开始的时候一直是做筹备工作，直到1980年的7月份才正式的接电开通。就在此后不久的一天夜里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那时候变电所里也就几个男值班员，分天值班。有一天天气炎热，老胡和小赵当班。夜里2点钟的时候，他们隐约地听见变电所的开关区好像有女人嘤嘤的哭声。开关区距离值班台大约有40米，那里有一条检修用的铁道和铁道避难用的土挡，再往外就是一道变电所的围墙。那哭声就好像是从土挡里面发出的。老胡胆子最小，就让小赵先去看看，并且说：赵，去看看，要是有人的话就让他赶快出去，那里不安全。小赵那时候年轻气盛，马上就拿着手电筒去查看。过了一会儿，小赵回来了，对着老胡说：那里有什么人？什么都没有，你是不是做梦呀？老胡一想，是啊，难道我们都产生幻觉了？算了，没有人就好。于是呢，2个人就坐在值班室里继续值班。大约过了10几分钟后，那诡异的哭声又出现了。这时老胡和小赵都慌了，赶紧的到宿舍把另外2个值班员都叫起来一起听。果然不一会儿，那声音再次出现，而且很真切，好像是一个女人在那里哭诉着什么，十分凄惨。于是留下了1个人值班，老胡领着小赵和另一个值班员打着手电去看个究竟。他们先检查了铁道和土挡，又认真地查看了那个墙角和墙的外面，都没有发现有任何人员活动的情况。奇怪呀，老胡他们百思不得其解，难道有鬼不成？老胡自言自语地说。鬼这个字在这个时候一经被人提起，那个威慑力是相当强大的，只吓得他们3步并作2步，赶快地返回了值班室。在值班室里大家还惊魂未定的时候，那个嘤嘤的声音又出现了。这是值班室里的4个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这可能是什么动物的叫声，或者是变压器的电流声吧。老胡终于打破了惊恐的气氛，说出来一句话来。大家都说你胡说，那明明是女人的哭声呀。就这样，大家谁都没了睡意，连小便都不敢出门了。一直到快天亮的时候，那个声音终于没有了。第2天，老胡决定呢，一定要查个究竟，不然以后谁还敢值班呢？要知道老胡可是所长。8点半刚交完班，大家就在老胡的带领下又来到了那个墙角，在墙里面认认真真的检查了每一个地方，均无异常。又到了墙外面观察，只见除了围墙外有一个小土坡，上面是几块老百姓的菜地，再往上就是一片松树林子和后面的大山了。回来以后，老胡郑重地决定：一，哭就让他哭吧，不理他；二，谁也不许讲出去，否则我们太丢人了，人家会说我们怕鬼。就这样，在此后的1年多的时间里，他们4个几乎是天天听着这种哭声，并且慢慢的习惯了。但是就在一个秋天的深夜，这种默契被彻底打破。老胡白天接到了一个上级调度的电话，命令今晚的0点30分1号馈线停电，要求做好停电拉闸的准备。由于夜里要作业，
大家都在值班室里做准备。大约到了12点的时候，奇怪啊，哭声怎么没有了？小赵的一声疑问把大家的情绪又调整到了极其紧张的状态。你给我闭嘴！老胡大声地吼道。不过老胡这时呢也觉得很奇怪，是啊，相伴1年多的哭声还真就没有了。就在他们处在惶恐当中的时候，变电所大门的电铃响了起来。小赵赶紧地跑出了值班室，来到大门口，把大门打开，就见2个黑影子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吓得小赵差点就跌倒在地。再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单位领导夜间巡视的来了。领导来到了值班室的时候，老胡他们还在惶惶然。你们谁的对象来探亲了？领导问道。大伙都说没有啊。我刚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女人提着一个手提包从大门里面出来的。领导觉得大伙没有说实话，于是接着说，年纪轻轻的，要注意啊。老胡若有所思地问领导，那女人长得是什么样的？长得什么样？黑灯瞎火的看不太清楚啊，好像是精瘦的，梳了个长辫子，好像还在那儿擦眼泪。听到这儿，大伙异口同声地惊呼起来。老胡那时候早已是魂不附体了，赶紧拉着领导到了另一间屋子里，很神秘地说，段长，跟你说了，你不要害怕，你刚刚看到的那个人就是个女鬼啊。胡说吧你！领导很气愤地说。老胡那时候不知说什么好了，一个堂堂的大男人居然热泪纵横。你要是不相信，你就问问其他人。经过一番了解，领导终于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但是又不能承认发生的事实，于是召开了一个破除邪祟的现场会议，把老胡那一顿好批呀，并且严格的要求大家要按照纪律，谁也不许再说这件事儿了。不过领导走的时候悄悄地给老胡出了一个点子。第2天，老胡到附近生产大队找来了几个农民，把那个墙角彻底填平了。当天下午就在上面修起了一座厕所，完了又要求所有人都要在新厕所里拉一泡屎才算完事。时间一晃，这件事儿过去快30年了，老胡也早已调回到了城市里。后来的男女值班员们就再也没听到那种嘤嘤的哭声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有让你想起什么恐怖遭遇吗？本期结束，喜欢的小伙伴欢迎订阅。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甚至毛骨悚然的经历，欢迎投稿给鬼叔。下期不见不散。大家好，我是鬼叔，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，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，不害怕的扣一下眼珠子。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，以下都以第1人称讲述，切记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。鬼家。鬼说，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。小时候的有天夜里，我听见了敲锣打鼓的声音，那声音由远及近，最后从我家的门口经过，再慢慢的远去，特别热闹。但当时的我非常的害怕，因为从没经历过这种事情，潜意识里只觉得有危险，便缩在了被窝里，一直关注着声音的动向。所以这件事儿我记得特别清楚。虽然这算不上恐怖，但诡异的是，按照村子的布局，声音传来的方向只有一户人家，他家门口有一条2人并肩勉强能过的小径，通往深山。平时大家进山砍柴的时候才会走这条路进山的。那段时间里，村子也没人办红白喜事，因为真有红白事的话，每户人家呢都会出一个人去帮忙打打下手，所以
既不是本村人组织的，也不存在邻村。到了第二天，我问过家里人夜里有没有听见敲锣打鼓的声音，他们都表示根本没听到。村里的其他小孩却都表示听见了，甚至对于声音的移动方向，大家的说法完全一致。所以我时常在想，那晚上听到的敲锣打鼓声音究竟是什么呢？楼梯。讲一个我小时候经历的非常奇怪的事儿。当时我上小学1年级，放暑假和我妈妈、大姨还有小姨一起去我舅舅家玩。那天我们出门逛街，回来的时候，因为当时年龄小，就比较好胜，就跑在了最前面，想比妈妈他们早点到家。进了小区以后，就去了我舅舅住的那栋楼。舅舅住在了最顶层，所以很好记，我就一路从楼梯爬到了最顶层。但到了以后，却发现那不是我舅舅家的门，是一个绿色的门，上面还贴着一个福字，旁边也没有继续往上走的楼梯。我还以为是自己跑错楼了，就又下来又看了一下，确实是我舅舅住的那栋楼。我再爬上去，顶层还是那个绿色的门，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，可能是我记错楼了，就跑下去等我妈妈他们过来。等了大概5-6分钟，还是没看到他们，觉得他们可能已经回去了，没办法，就又重新的爬了那栋楼。到了那个绿门那里以后，我往旁边看，发现出现了楼梯，顺着楼梯向上爬以后，很快就到了舅舅家。我敲了敲门，进门以后发现家里人都在吃西瓜，看起来像已经到家很久了，但他们好像根本没发现我不见了这件事儿。我一直都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原本是舅舅家的顶楼会被替换成绿色的门？在我多次的上下楼以后，原本消失的楼梯为什么又出现了呢？难道那个时候的我处在平行空间的裂缝当中？窥视。鬼叔，我要投稿。这件事发生在3年前，我高1的时候，当时是个冬天，晚上洗漱完，我和舍友就一起睡了。我不太清楚是几点的时候，我这个人睡觉特别的熟，但那天晚上我就突然醒了，听到了扭动门把手的声音。我以为是宿管阿姨查寝，或者是室友出去上厕所，没在意，就想接着睡。但我感觉到进来的是一个非常高大的人形黑影，走在了我的床边。我们的床是上下铺，我面对着墙睡的。那个黑影探进头来，死死地盯着我。我当时一下子就被惊醒，一直不敢动。这种感觉持续了有10分钟，之后就凭空消失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我才敢坐起来，观察了一下宿舍里面，没什么异样。第二天中午，有个室友就说，昨天晚上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进来了，而且站在我这里？我的下铺就马上的接话说，对，我感觉有人站在我的床面前。接着他们都看向了我，我也说，是，我感觉有人进来。此后就一直盯着我看，好长时间才消失的，我当时根本不敢转头看。奇怪，我一个人可能是感觉错了，但宿舍里所有的人都感觉到，这就变得非常的瘆人。不过好在那天以后再也没出现过这种诡异的情况了。怪声、怪影、怪事。这个事情是小学的时候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那天晚上吃完宵夜，因为以前我们家是那种老式的楼，吃饭在5楼，睡觉在3楼。我刚刚吃完宵夜，想回3楼睡觉。那时
3楼就只有我一个人。我刚打开门，突然一个女人的声音问我：你回来了呀？我那时害怕极了，我确定我没有听错，而且十分确定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。我身体定住，头也不敢转的就回到了房间，锁上门。哪怕上了大学，也能记得当时的惊心动魄。还有一个事儿，不知道你们小时候会不会听到一种笑声，是那种动画片里的尖笑声，就和樱桃小丸子里某集小丑的笑声一模一样。那时的我8岁，夜里第一次听到这个怪笑，持续了很久很久。最后一次是6年级，当时妈妈刚出门，那笑声就又来了。我那时长大也不害怕，找了很久的声源，也不知道从哪里传出来的。还有一次是6、7岁的时候，那时候在老家，刚好摘完了金银花。那天晚上，爷爷奶奶需要搭棚子将金银花加工，我呢就在棚子里玩，玩着玩着就睡着了。恍惚间，我记得是我奶奶将我抱起来，把我放到了床上。不知道睡了多久，迷迷糊糊的看到床边上站着个人，因为没开灯，我看不太清楚，就觉得是我奶奶，我就喊了声奶奶，但那个黑影根本没有回应。我当时呢好像一下反应了过来，直接大喊我奶奶。奶奶听到我的叫声后就赶紧的跑过来，直到开灯的前一瞬间，我还瞥见了那个人影还在着，开灯以后就不见了。后来奶奶问我究竟怎么了，我说我床边上站了个人，跟奶奶有点像。我奶奶后来给我讲，有可能是我曾外祖母想看看我。这事儿以后我就没再见过了。脚步。小时候在老家，那时候下大雪，我跟奶奶一起睡，已经关灯上床准备睡觉了。就在上床没多久，就听见从我们的砖房和木房子中间的巷子处，有一个脚步声走了过来。当时的冬天在下雪，踩在雪上会有嘎吱嘎吱的声音。我就问我奶奶有没有听到脚步声呀？我奶奶说听到了。那个脚步声走出来以后，就一步一步走到了我们木房子堂屋外面的空中，不动了，没有了脚步。我就问那人怎么停着不走了呀，奶奶？这时候我奶奶说不管他，赶紧睡觉。过了一会儿我就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就听到奶奶问我叔叔昨天晚上有没有起夜上厕所。我叔叔说没有，因为砖房里面是有带厕所的。后面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。但在之后我一个人睡觉的时候也听到过脚步声。那天晚上我一个人正准备睡觉，就听到砖房的楼梯间有一个脚步正在慢慢的爬楼梯，爬到楼梯间的中间平台处，没有了脚步。后面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。这种琐碎的经历非常的多，可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讲，是莫大的恐惧。大家好，我是鬼叔。你去过临诊的医院吗？医院里的重症监护室可以说是离鬼门关最近的科室。由于经常和生死打交道，总是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，甚至有些老年患者住进重症病房以后，对着空气说话，会说自己看到一些不存在的东西。有种说法认为，这是危重病患者在 ICU 入住期间出现的以精神行为障碍为主的症候群，可能表现为思维紊乱、情感障碍等，甚至会出现幻觉。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和医院有关，同样是论坛网友的分享。注意，本故事含有未经证实且令人不安的成分，请谨慎观看。
来这里讲讲我作为一个医生的经历。有些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，仔细分析起来，即便作为一个长期学习唯物主义哲学的人，也不能够全然的用现今的科学去解释，留给我的总是阵阵的困惑和阴霾，更知觉到冥冥之中自有安排，因果循环，亦是不虚。就拿我最早接触的尸体说起，在我还在做学生的时候，我们最早呢就是要上解剖课。那时候我还是心存恐惧，但知道总归逃不过。学校的停尸房就在食堂的对面，食堂地方小，经常把米面储存在停尸房隔壁的仓库。解剖室的通风极其的好，有一个巨大的机器不断的向外抽气，福尔马林和人类腐蚀的气味就伴随了我的大学生活。这件事情促使了我对于湿气极其的敏感，在后来的日子里，就算在表面看似没有死过人的地方，我闻见这味道也是立即走为上策。我们的解剖老师是位中年男人，他的情绪始终处于非常稳定的状态。他有点信这些，每次开心的时代总是烧香3支，朝4个方向拜拜。这些他并不当着我们的面做，我也是听人说的。他告诉我们要有崇敬的心态，感谢他们让我们学习。我第2次去解剖室的时候，早上起晚了，我寝室的同学早就已经走了。我穿好白大褂，走到解剖楼，看到了解剖楼的门关了，觉得纳闷，然后发狠劲儿把门打开了。我就一层一层的下楼梯，走到了地下室。我走到了本来应该我觉得是解剖室上课的地方，却是一个长走廊的拐角。我已经觉得不对劲了，但当时呢还不是很信这些东西，于是决定壮着胆子去找找，心里毛毛的。那时候我发现墙壁上都是水汽，非常的湿，当时也没有多想，继续走。绕了几个圈子，居然还是没找到我们的教室，而且绕到了一开始的拐角那儿，就是那个长走廊的开端。我彻底怕了，冷汗都出来了，2只眼睛朝四周不停地张望。当时我发现一个不能解释的现象，那瓷砖的墙壁上有3道痕迹，就像是有人手贱边走边用手抹过去一样。痕迹有时候是正常人的高度，有时候却非常的高，当时看至少高过我的头顶吧。可是这个走廊里只有我一个人呀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已经开始哽咽着要哭了。想起妈妈叫我害怕的时候就念佛号，我边念边找楼梯回去。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了向上的楼梯，我一阵猛奔，就走出了地下室。我立即地冲向了自己的寝室，心绪不宁。那天就逃课了。后来过了1个星期，同寝室的女孩子陪我去上解剖课。那个地方和我第1次去的时候一样，没什么长走廊，也没什么湿气凝重的墙壁。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，不过什么都不敢说。我知道那次是鬼打墙了。后来也知道了那段时间为什么会不太平。最早我们学校用的是3年自然灾害中死亡的尸体，那些尸体已经在福尔马林里面泡了 N 多年。但后来老师去联系了一批枪毙死刑犯的尸体。要知道这些杀人越货的人生性凶猛，当时就想的是一帮孩子在他身上动刀，所以多少要捉弄下我们。而那时候呢，我们小组分到的正是一个脑袋上有2个枪子儿的死刑犯。后来进了浦东的某大医院实习，实习期间见识了什么叫做人间炼狱。在做学生的时代，总心怀善良和救世情节，但目睹了医院里的一幕幕惨剧，不免让人心灰意冷。有情的是鬼，无情的是人。我最早一次经历到的怪事，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。一日，浦东某大医院急诊室， X 病人已经在急诊室里面待了有2个星期了。为什么急诊会待2个星期？有些同学可能会问，病房的病人一般都属于质量上乘的，年纪不大，身体的基本条件还好，诊断明确，有足够经济条件买单，这些是选择病人的条件。题外话，不知大家是否愿意知道，与灵异的主题似乎是远了。言归正传， X 在急诊已经待了2个星期了，我现在仍记得他当时的诊断是
二型呼吸衰竭、房颤。他已经接近80岁了，有2个女儿和媳妇轮流的接班照顾。老太太在急诊间已经昏迷了很久，每天都上着心电监护，一定浓度的吸氧着，估计总是过不了这个关口的。我那个时候对病人还是极其好奇的阶段，什么病都喜欢跑过去瞅一瞅，观察一下病人的变化，从而得到临床的处理经验。成熟的医生在这方面已经非常的麻木了，除非是极其容易出医疗事故的病案，或者是熟人介绍来的，一般都按自己的经验直接处理。2个女儿呢，都对老太太很好，对着老太太说话，急诊间就像个乱葬岗、大坟场，你们见过就知道。他们仍然充满着爱意和耐心，对着自己的母亲一点也不绝望。数百名诊断不明、疑难杂症或者等待死亡的众生聚集在一起，虽然还都是活人，散发出的竟是当年我在医学院里闻过的尸气。媳妇对老太太的态度很差，她对于治疗没有问题，对查房也是问2句答1句，毕竟不是老太太生的呀。她每天坐在那儿就是敷衍了事，但是我心中对这样的人并不是充满了责难，因为见得太多了。那天凌晨，上级医生去睡觉了，就剩下我守着。一个中年男人走来，他其实长得是非常不错的，但个子不高，眉宇间透出的是无限的焦虑和担忧。他说：医生，你快去看看我妈妈。我那刻呢，手头在抄方子，等我停笔抬头，他已然不见了。我就出了办公室去找他，因为他连让我看谁都还没说呢。我远远地看见他在 X 老太太身边站着，我对他点了点头，回办公室找到了病历卡就过去了。老太太点头样呼吸着，情况还是那样的不太好。一般点头样呼吸是一个人临终的标志。那天是媳妇当班，她在那里打着瞌睡。我对男的说：你妈妈可能要闯出这关很难了。他露出了极其难受的神情。我听到他说：我会尽力保护我娘的。我当时小小的愣了下，想着这个男的怎么还蛮文艺的。后来坐在办公室里，他来找了我4到5次，都是叫我去看。有次是老太太发了房颤，我让媳妇给老太太吃了点他们原本就用的科达龙。我余光发现心电监护上的氧饱和度很低，老太太在缺氧呢。我再一看，氧气瓶怎么关着？质问媳妇，媳妇说不知道，大概谁给不知道关上的。我心里起了疑心，但并没有过分的表露出来，只让她看着点，最近这段时间非常重要。最后我早上快下班的时候，老太太就走了，媳妇也没有叫我们，直接把白布罩在了老太太的脸上，直到2个女儿吵着架来到医院。女儿问着凌晨的情况，媳妇竟然也直接说药片没给老太太吃，吃也没什么用。2个女儿哭作一团。这时候我说，我也嘱咐过那个男的，他怎么也听你的吗？媳妇一脸的恶相，什么男的？就我一个？你们医生稀里糊涂的。我说没有啊，那个男的昨天晚上来叫了我4、5次，关照我看好他妈妈。你不想救他，他儿子总想救吧？他们3个脸转了过来。恶媳妇说，医生，你不要瞎讲八讲的，假使我男人还活着的话，我找死啊，每个礼拜自己来看这老太婆呀。要不是看在我小孩的份上，我老早就嫁人了。轮到我僵掉了，我不识相，还不信，问那老太太儿子是不是一个挺文气的男人？不过不高呀。2个女儿呢，哭得更凶了，其中一个对着妈妈的尸体喊，妈妈呀，你儿子过来看你了呀，你安心的跟他走吧。这件事情给我的震动很大。首先是恶媳妇间接的害死了她的婆婆，虽然我们没有报警，也缺乏证据，比如关氧气的事情。在医院里，我后来才知道，人杀人的事情是挺多的，尤其在恳求医生安乐死不成以后，亲人之间的谋害是存在的，但医生都是姑息的，因为本来也是重症的晚期，到头来难免一死，还拖累着许多的人力物力。患者
也遭受着痛苦，另一个则是守护着自己母亲的已经死去的儿子。他痛苦焦虑的白净的脸至今印在我的脑海里。他当时恋恋不舍，徘徊人间，眼睁睁地看着人间惨剧的发生，却也无能为力，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让我过去，希望我发现一些端倪。虽然我阻止了第一次，但只要他有这个谋，我始终是要下班的，防不胜防。我心中对那个男子深深歉疚，无法言喻。倒是鬼有人间情，人失两善心。本期结束，喜欢的小伙伴欢迎订阅。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甚至毛骨悚然的经历，欢迎投稿给鬼叔。下期不见不散。大家好，我是鬼叔。咱们今天讲的故事呢，和天涯论坛有关，是天涯网友们分享的关于学校、黄皮子和变电所的诡异经历。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，注意本视频含有未经证实且令人不安的成分，请谨慎观看。第一个故事，楼主说这绝对是真实的事儿。大概在09年的时候，他们学校呢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女孩，听说是当年的系花什么的。然后楼主学校的一个保安就看上了这个女孩，几次的献殷勤，并且表达爱意。可这个漂亮的学姐确实对这个保安没什么好感，所以就明确地拒绝了他。而因为得不到，这个保安的内心开始扭曲。暑假的时候，这个学姐呢因为实习留校了。一天晚上，她去学校的主教室楼自习，这个保安呢就尾随了进去。令人发指的是，保安把学姐打晕，拖到了教学楼的顶楼9楼奸杀，然后非常冷静地买了工具，来来回回用了2天2夜，把这个学姐的尸体砌进了9楼女厕所的墙体里。因为当时是暑假，学校根本没什么人，这个学姐呢就在教学楼的9楼，整整一个暑假没人发现。直到开学后，很多学生反映厕所有异味，清洁工也发现了墙砖里流出来的液体，终于发现了真相。这个可怜的学姐死前受到了非人的折磨，而且尸体滞留了太久，于是这一栋教学楼彻底变了，整栋楼充满了阴气，就是那种大夏天进去都会一股凉意的。整栋楼呢很明显的特别的阴，每个人都能感觉到，一进去这栋楼感觉就很不对。后来呢，学校就不知为何彻底封锁了9楼，把所有的窗户用黑色的纸贴了起来，整整7年。一直到去年研究生考试的时候，突然开放给各个学校来的考生做考场了。说实话，楼主觉得这样似乎对这些考生的运气不太好。不过9楼的女厕所一直都是禁用的，楼主本校的人很少会去这栋楼。前几年的学生都知道这个事儿，因为这栋楼就在楼主学校大门正一进来的地方。每天晚上路过，这栋楼下面的8层都是亮着灯的，只有9楼黑黑的，看起来非常的吓人。不过最近的新生应该不会知道这个故事了，希望他们还是不要随随便便的去那里玩了，也希望学姐安息，这真的是个悲剧。第二个故事，这位楼主表示，初中高中的鬼故事无数。他初中的时候，学校拆旧楼建新宿舍楼，部分女生没地方住，就挪到了实验楼的5楼住宿，这是背景。刚搬过去的时候，一个女生的床经常的微晃，怎么垫4个脚也不行。过几天，女生就莫名其妙的退学了。新搬到这个床的女生住了几天也退学了。第3个女生搬来住，床依旧微晃。趁着班主任查夜期间反映情况，班主任呢东弄西弄还是不行，拿着手电筒往床下一照，发现有一张符纸贴在了床下。班主任呢就叫那女生换张床睡，给宿管打电话，把床呢连夜撤走。还有一女生呢逃课待在了宿舍，然后莫名其妙的坠楼身亡，据说是被什么东西给推下去的。之后呢就是全体的女生集体的搬离5楼，整个5楼全部被封死，任何人都禁止入内。
在4楼上实验课，透着防盗门往5楼看，还能看到许多的符纸。而等到新宿舍楼建成以后，楼主他们被分到了最靠近操场的一个宿舍。在某个风雨交加、电闪雷鸣的深夜，楼主宿舍的几个人呢，闲着无聊睡不着，就在那里吹吹牛逼。一个雷声过后，一个室友呢突然说：“你们有没有听到有人在吹笛子？”宿舍瞬间静了下来。仔细一听，确实有笛子声，而诡异的是，还是从操场那边传过来的。下着这么大的雨，谁会没事在操场那没遮掩的地方吹笛子呢？而且那笛子声都是在闪电过后的几秒钟才会响。然后忐忑不安地睡着了。第二天上课，隔壁宿舍说也听到了。而到了高3的某天晚上，楼主大半夜的睡不着觉，就在那儿闭目养神。睡着睡着，就听到有脚步声从床那边往宿舍里的洗漱间走了过去。一开始楼主以为呢是对面的室友上厕所，也没在意。然后等了一段时间，感觉有点不对劲儿了。这么长的时间怎么还不出来？平时几秒钟不就解决战斗了吗？楼主睁开眼往他的铺上瞥了一下，发现他还在睡觉，根本就没下床。然后楼主就明白咋回事了，赶紧的闭上眼。约莫过了一会儿，又听见脚步声从洗漱间出来，慢慢的往这里走。紧张的楼主心都快跳出来了，正在犹豫着要不要大叫一声把室友叫醒，结果就听见脚步声在楼主的床边消失了。忐忑的等了一下，还是没有再次听到声音。这时呢，楼主的心里就很犹豫了，到底走没走？要是走了呢，楼主就赶紧的睡觉了，毕竟明天早读班主任还查人呢。想了想，生命诚可贵，学习价更高，若为睡觉故，两者皆可抛。然后呢，楼主就扭头呼呼大睡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洗漱，给室友们说了这件事儿。本以为呢这群糙汉子会立志钟馗在世捉鬼，万万没想到竟然发现了他们的少女心。中午回宿舍的时候，楼主在宿舍分别看到了桃树枝、手写大悲咒，还有个舍友竟然从宿管大妈那里借到了一把剪刀。第3个故事，高中的时候呢，身边发生了2件恐怖的事儿，现在想想还是不寒而栗。第一件呢是楼主闺蜜的朋友，还一起吃过一次饭。那个男生呢胖胖的，笑起来很是憨厚，但在楼主看来，他的笑鬼鬼祟祟的。当时楼主呢还半开玩笑的对着她的闺蜜说：“你这朋友长得真像杀人犯。”过了1个多月，好多警察呢来到楼主的学校调查，楼主才知道那个男生雇人杀了他全家，要多惨有多惨。楼主当时知道腿都吓软了。简述一下那个男生杀全家的事件。那个男生是家里的2胎，因为计划生育，他的家里呢又是官员的家庭，所以从小他就被送去了农村的亲戚家躲着。他有一个姐姐，他姐姐特别的疼他。当时快高考，他姐姐呢还每天给他买2份德克士，陪着他去网吧打打游戏。后来的导火索应该是一次家长会吧，他爸爸打了他。他爸爸属于那种领导类的人，对儿子的要求特别高。这孩子估计打小就不在身边，不知道心理变态了还是觉得不亲近，就记仇，跑去网上找杀手，还真给他找到俩。然后呢，男生就约时间给杀手开门放风，本来是要杀死全家的。后来他妈妈呢临时出去拜佛，就躲了过去。他的爸爸和姐姐死得好惨，据说警察叔叔都震撼了，因为是被乱棍打死的，所以屋里全是喷的血。估计是睡到半夜，然后男生把杀手放进来，杀手乱棍之下砸死了他爸，然后他姐姐醒了过来。最让楼主心寒的是，他姐姐那么疼爱他，临死还守护着他，让他藏到柜子里，拼命地保护弟弟。最后姐姐被杀死以后，弟弟还要求杀手将他们碎尸，而这个姐姐到死都不知道是自己的亲弟弟痛下杀手。他家里呢养了一只藏獒，
半夜开始狂吠，惹来了邻居，这才让事情败露。起初警察们可同情这个男生了，以为是他家里招贼了，后来才发现了不对劲。调查后发现，原来都是这个男生的计划，而他在 QQ 空间里也有写过像吃人、杀人这类东西，非常的恐怖。第二件呢比较诡异，是楼主隔壁班的一个学习优异的高富帅，绝对是好少年，只顾着学习不谈恋爱，家庭条件呢也非常的好，父母都是警察，平时课间操女孩子们都会小心翼翼地看看他，讨论他。直到有一天中午，我们得知了在前一天的午夜，那个男孩子跳楼了。诡异的是，所有的人都出来找了一晚上，都没找到他的尸体，到了第二天中午才被发现。整个事件大概是这样的，这些都是听楼主的老师复述的。那个男孩子在家里乖乖地做作业，然后妈妈进屋里说：“你休会儿吧。”男孩子说好，然后呢走出了客厅，乐呵呵地告诉妈妈说明天中午想吃排骨。接着呢，男孩子进了厕所，妈妈就去忙自己的事情了。到了晚上，爸爸回来叫儿子，却发现儿子不在家，但拖鞋还在厕所里。妈妈以为刚才不注意，儿子出去玩了，因为刚好是周六。之后等到了凌晨都没发现儿子的身影，两人着急就出去问了保安，保安说没看到他儿子出去。然后等了一个晚上，两人报警，警察保安搜查了视频什么的，却没发现人影，视频里也没有身影，等于说这儿子就凭空消失了。然后一夜呢，爸爸妈妈都没睡。后来爸爸听到卫生间窗户有着声响，进去把锁着的窗户打开，鬼使神差地探了下头，发现楼下躺着摔扁了的儿子，整个人都吓晕过去了。这个事件真的很诡异，进了厕所，拖鞋留在厕所，按理说跳了楼，窗户应该是开着的，可窗户的确是锁好的，也不知道那个男生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，反正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自杀。想起了我爷爷讲给我的一件非常离奇的故事。我爷爷身体现在非常的好，每天呢还出去锻炼，他一口气能上6楼，一下子迈2节的楼梯，到了家都不会像我这样的虚胖，一直喘粗气之类的。但是呢，也并不是说什么病都没生过。是呀，80多岁的人了，有点病痛是难免的嘛。那年我回国去看他，他告诉我，我差点就见不到他了。为什么？且听下回分解。开玩笑了大家。有一天呢，爷爷觉得不舒服，好像是感冒了，就挂电话给我爸爸。当天下午，我爸呢就开车送他去医院。看了大夫以后啊，说是这个肾有点问题，可能是结石了，于是开了一点药，就让回家去了。回家后，保姆已经做好了饭离开了，我奶奶等他一起吃饭，她说累了，想睡一会儿，于是呢，奶奶就一个人去吃饭了。吃过饭，收好桌子，奶奶就去看看我爷爷，摸了一下他的额头，乖乖，烫得要命。奶奶呢，急忙地打电话给我爸爸。要知道，我奶奶是有一点老糊涂的，就是轻微的老年痴呆，经常呢分不清我和我表姐，又弄不清我到底是在美国还是英国，还常以为我还是在读高中呢，电话号码更是从来都记不住的。可是那天却奇迹般地挂通了我家饭店的电话，也许是天意吧。平时那个时候呢，我老爸都不在饭店的，可是那天却偏偏的就站在电话的边上。接到电话，他就马不停蹄的赶紧开车去了奶奶家。到了以后，立刻的叫了急救车送到医院，马上抢救。据说当时我爷爷的牙咬得很紧，撬都撬不开，好在前天呢刚刚脱落了一颗大牙，于是就把硝酸甘油片从那个空隙里塞进去，不然可能都停不到医院了。原来他是心梗，多可怕。后来呢就是住院，没多久就好了，1个月啊也就出院了。
爷爷出院以后，我老爸突然想起了那天是奶奶打来的电话，就很奇怪啊。于是呢，就让他再背一次电话号码。可是奶奶呢，她是说什么也记不起来。问他那天是怎样想起来的，他说好像是有人在他耳边念的，非常的慢，但是很清楚。于是一次就打通了。让我感到惊奇的不是奶奶可以顺利的打通电话，而是她根本不知道电话。当时呢，只有爷爷知道。接下来呢，是爷爷讲的他当时的感觉。他说那天他回家以后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，然后好像梦一样看见了自己在床上，他看见奶奶进屋摸着他的脑袋，然后看到奶奶推他摇他，他很想起来却根本动不了。结果就是看见奶奶慌慌张张地跑到了客厅去打电话。他说好像就站在奶奶的身边一样。在客厅的另一侧就是进户门，他说看到了一个黑衣服的人就站在门口，也不向屋里头走，就那样动也不动的就站在那儿。他说当时他心里就在想，大概是来接我的了。可爷爷说那个黑影就那样看着他，两个人也就对视着都不说话。后来又有一个人穿门而过，走到黑衣人那边拍了拍他的肩，两个人呢耳语了一阵，就消失不见了。再后来爷爷说又看见我爸爸来了，看到他打电话，看见医生来，看见自己被推上了救护车，看见自己进入了医院，看见了医生忙忙碌碌地抢救他，后来就看见了一片白茫茫的，听见有人喊醒了，老爷子醒了。他说那时候的他才知道自己活了过来，那白茫茫的就是医院的天花板呀。而现在我的爷爷依然很健康，而我奶奶也依然记不起任何的电话号码。他们现在依然生活在我们以前的老房子里。而下面我就要讲两个我在老房子里做过的怪梦了。要说这做噩梦的经历啊，我有非常的多，但大多数呢都是被吓出一身冷汗，然后被惊醒，别无其他。可醒来以后呢，却又什么都不记得，只觉得非常的恐怖。但唯独有两个例外，只有这两个梦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。这第一个是我在大概14岁的时候，我是沈阳人。沈阳的朋友大概都知道，在环城高速的青年大街出口那儿有一个五里河公园，对吧？就在浑河的边上。当时我在上初中的时候，那里还没有建设呢。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在休息日去那边钓鱼。我梦的背景就在那儿。梦中我还是像往常一样，拿着简易的鱼竿坐在河边，等着鱼儿上钩。忽然我发现在我右边不远，水不太深的地方，有一件东西漂浮在了水中。我就走过去看。我用鱼竿呢拨开生在水边的草，终于看清楚了。浮在水面上的部分是一个人穿着白色的 T 恤的背部。河水很脏，那件 T 恤被泡得变了颜色，可依然可以看出那衣服上的血迹。显然梦中的我还没有发现那是一个人，或者说那曾经是一个人。当梦中的我还在呆呆地站在岸边研究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时，有一阵风吹了过来，而那东西动了一下，然后慢慢地飘在了水面上的部分变大，可以看到那穿着黑裤子的腿和长着黑色头发的后脑。梦中的我发觉那是一具浮尸的时候，就想拔腿地跑，可是却根本跑不动。接着我看见那浮尸从水中抬起了头看着我。天呀，他的脸被泡得变了形，肿胀腐烂，恶心的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可奇怪的是，他却没害我，只是看着我，向我伸出了一只手。这时我被吓醒了，
梦中的一切历历在目，我不敢再睡，开了灯，一直挨到了天亮。第二天下午，我们隔壁班的几个淘气的男孩逃课去老地方钓鱼。让人意外的是，他们很早的就回来了。大家都问是怎么回事儿，他们说那里被警察给封了，说是发现了一具尸体，是被杀的，在衣服上还能隐隐约约的看到有血迹。大家就问那尸体可不可怕，他们说脸上看不清楚，只知道是个男的，穿的白 T 恤，黑裤子。第二个梦是在我原来的家里，那天我睡得很早，而且很快地进入了梦乡。开始呢，只是非常普通的梦，我梦到了我的家，梦中家里的摆设和现实里可以说是一模一样。关着房门，我就躺在床上，睡得很香，就好像是灵魂出窍一样。在梦中，我环视着我的房间和在酣睡的我，床头柜上的闹钟显示的时间是12点整。忽然，我房间的门打开了，一个魁梧的男人拿着一把斧头站在了门口，周身散发着杀气，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睡在床上的我。我看着这一切正在发生，我想叫，却叫不出声来，想跑，又根本跑不了。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举起斧头，用力地向我的脖子砍去。此时的我呢，一下子就清醒了，打开灯，冷静了一下，我发现我浑身被冷汗浸透了。当时呢，又觉得口渴，就壮着胆子打开了房门，想要到厨房里去找一点水喝。我走出房间，转个弯就到了客厅。我呆住了，客厅的另一面是我家的进户门，而此时它正大大的敞开着，可以很清楚地听见楼下传来了一步一步上楼梯的声音。我马上地冲了过去，用力地关上门，锁上所有的防盗锁，感觉一切恐怖的声音和事情都被我关在了门外。我近乎虚脱地瘫坐在了门口，深深地出了一口气。这时，角落里的老式座钟当当当地敲了起来。此时正是午夜12点整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鬼叔为大家带来的故事。喜欢的小伙伴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关注鬼叔。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大家好，我是鬼叔，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，害怕的小伙伴评论里扣个打卡，不害怕的扣一下眼珠子。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。老是听老人家说啊，小孩子的眼睛不干净，他可以看到人家看不见的东西。以前我是不相信的，但现在深信不疑。那么就给大家讲几个事儿吧，算是解解闷儿。第一个故事呢，是我家邻居的小孩，在他上1年级还是2年级的时候，时间记得不太清楚了，大概是90几年的时候，他母亲送他上学的路上出了车祸，而那个小孩呢，当场死亡，他的母亲没有事。出事那几天，邻居家院子里经常听到他家人哭得很大声，也很伤心。当时我年龄也太小，不太懂事，和同村的小伙伴就趴在他家的院墙，我们呢在院外堆的杂物上爬上去，往他家看，也说了些那小孩子不好的话。之前经常看到那小孩在他家门口和小朋友玩时，喜欢用削铅笔的小刀胡乱的挥，看着挺危险的。以前的削笔刀呢，就是一个美工刀片，带一个铁叶子做的刀柄，能够折叠。可能是因为说了他，有一阵子我身边发生的几件怪事，可能都和他有关。之所以不太确定，是身边没有懂这些的人，而且呢，也没发生太过严重的事儿，过后就不了了之了。第一件事是我连续做了1周左右的梦，梦中在我们村子那里，那孩子一直在追我，我不停地逃，整晚都在逃。在梦里，我清楚地知道他是死了的。第二天起床呢，就感觉非常的累。
我也没跟家里人说，每天就继续上学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自己都忘了这件事。第二件事是无缘无故倒的墙。邻居家的事发生没多久，一天我弟和他小伙伴在我家的院子里玩，我呢没参加。我弟小我7岁，我们玩不到一块儿。我家院子的一角用砖围了一块儿，里面是养的鸡，鸡圈呢也就1.5米左右吧。我在房间里突然听到院子里咚的一声，声音很响。我呢就赶紧跑到院子里看看是怎么回事。我奶奶也出来看，就看到鸡圈的墙给倒了。我弟他们就在附近，也是吓得不轻。我奶奶就问我弟到底怎么回事，是不是爬墙了？我弟他们就说他们在玩，墙自己倒的，没人碰到那墙。奇怪啊，墙很结实，也不高，它不会自己倒的。但是5、6岁的小孩压底下，后果是真的不敢想呀。我奶奶当时呢，就让我们全部都进屋里去，就开始的骂。当时村里的人都迷信，相信什么找替身呀什么的，也没指名道姓的，就是骂那个小孩。第3件是大门上的手印，时间也是邻居家的事儿，过去没多久。平时走路上学也都没注意看大门。一天放学回来，我在进门时无意间看到门上有一个手印，每个手指都能看得清楚。要知道我家的大门是木头做的，挺厚的木板，刷的红漆，时间久了漆都掉光了，但还是能够看出是红色的，就是颜色浅了很多。那个手印呢，就像是个小孩用手沾了水按在门上的手印。如果是水的话，水干以后不会留下印的呀。而那个手印呢，确实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有好几个月。之后也没发生奇怪的事，但我就感觉是我邻居家的那个小孩做的。第4件事是一个经典的灵异事件，关于12岁以下小孩可以看到不干净的东西。这个好像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流传这个说法。邻居家的事发生时，我已过了12了，我弟呢6、7岁。一天傍晚，太阳还没落，天非常的亮。我奶奶在院子里坐在凳子上抱着我弟，我朋友呢过来找我玩，我和我朋友站在一旁。我家大门呢半开着，没关严实，有个20厘米左右的空隙吧。当时的气氛呢也有点古怪，没人讲话，很是安静。我就忽然间有感觉可能要发生什么事。安静了10多分钟吧，我弟呢突然指着大门说某某来了。这个某某就是去世那小孩的名字。然后我朋友我奶奶都非常的震惊。当时呢也不是害怕，就是非常震惊。可能是大白天的加上人多的原因吧，完全没感到害怕。我奶奶她是信基督教的，于是呢她就马上的开始祷告。我呀就很努力的睁大眼睛看向大门，结果根本没看到影子什么的，啥都看不到。看来我13、14岁就被这污浊的世界污染的没有灵气了吧。最后愿逝者安息，希望那可怜的娃能投胎个好人家。这个故事讲完以后啊，咱们再讲一个天涯论坛网友关于小孩子能看到诡异东西的稿子。当然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。我老爸呢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我叫他刘叔，他早我老爸1年结的婚，后来他老婆生了2个女儿。那个年代住房紧张，他一家4口没有地方住，院里照顾他，分了院墙边上的一间平房给他。房子小是小了一点，但是出了门口就有一片的小树林，有梨树、桃树，还有丁香花，风景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只是有风的时候，那房子在树林的后面显得阴森森的。要知道平房是没有暖气和煤气的，取暖和做饭都只是一个小小的煤炉。在一进门的外间屋里有一边连着里屋的火炕。一天我婶婶在外间屋做饭，听见我的二姐在屋子里呵呵地笑，笑得非常开心。她就觉得很奇怪，
于是就进屋里去看他。那时他还很小，几岁记不清楚了。我婶婶抱起他，问他：“你笑什么呀？”我二姐说：“有个老爷爷在和我讲话，他在逗我玩，很和蔼的。”我婶婶环视了整个屋子，只有他们母女2个，就怪我二姐说胡话胡闹，又把她放在炕上出去做饭去了。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就和我叔叔当成笑话给讲了。据说当时叔叔只是变了变脸色，什么都没有讲。后来过了不知道多久，又是到做晚饭的时候，婶婶听见了二姐在屋子里哭叫的喊妈妈，就赶紧的跑到屋子里去抱二姐。二姐哭着说要出去，怎么哄都哄不好，就抱着她来到了外屋，问她为什么哭呀。二姐说，刚刚在门口站着一个人，他动也不动，而且他没有头。联想起了以前二姐说的，婶婶吓坏了，抱着她跑到了我家里，也不敢和我妈讲，只是脸色发白的坐在一边发着抖。后来叔叔到我家来接他，他就和我叔叔讲了这件事，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间房子里发生过什么事？叔叔他不说，也不敢带他们回家，当晚就在我家挤了一夜。第二天白天就急急忙忙地把婶婶和二姐送回了娘家，自己则搬到单位里去住了。长大后的我呢，天生爱打听这些事儿，又喜欢听恐怖的故事，就刨根问底地追问那老房子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爸爸告诉我，那房子以前做过停尸房，不过只停过2具尸体，一具是一位老教授深夜去世，停在过那儿，直到火化的那天清早才给运走的。而另一个呢，是一个农民工，他在盖楼的时候死于意外，据说脑袋都被砸扁了。叔叔其实知道那房子以前的用途，但他那个时候不信邪，又怕我婶婶害怕，就没告诉他实情。谁知道居然被二姐撞见了。我问二姐她还有没有印象，是不是真的？她说小时候的事儿就这件记得是清清楚楚，现在想起来那个没有头的还会浑身出冷汗呢。再说个事儿吧，有一年呢，我前桌的女孩子2天没来上学，后来她回来告诉我们，原来她的爷爷去世了。那天下课，她对我说，讲件怪事给你，要不要听呢？我连忙地说要听，她则道出了事情的缘由。她爷爷已经卧床几年了，前几天突然病重，眼看就不行了，家里人都回来看护他，也就是陪他走完最后的一程。他爷爷最疼家里最小的孙女，那年小孙女3岁，又很乖，不哭不闹，每天就在爷爷的身边玩呀耍呀。但是孩子也小，他的爷爷又病重，于是每天呢都有一个大人值班。正巧那天轮到了我的同学家。那天晚上他放学回家后就去里屋看护爷爷，顺便陪着小妹玩。他先是给小妹讲着故事，后来又看着她玩过家家。过了一会儿，小妹突然站了起来，跑到柜子边上，伸手向柜子和墙的夹缝里掏呀掏，一边掏一边叫着娃娃。我的同学呢很奇怪，就过去看，结果什么也没看见，就训斥妹妹说，爷爷睡了，不许胡闹，哪有什么娃娃？妹妹非常委屈地说，有的，2个小娃娃，还拉着手对我做鬼脸，吐舌头嘞。我的同学呢，被他说的心里有点毛毛的，就又凑到了那个夹缝的边上去确认了一下，的确什么都没有，就把妹妹呢抱到另外的房间去了。过了几个小时，他的爷爷真的不行了，可能是回光返照，他居然很清楚地讲话。不对，应该是叫嚷才对。这个时候呢，全家人都围了过来，看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儿。只看见他爷爷2只眼睛很惊讶地瞪着，手指着柜子的方向，大声叫着，他们来了，不要让他们过来，有2个人要抓我。大家向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只有那一个柜子和柜子后的一片白墙。
家人们安慰他说什么都没有，不要怕。可是他爷爷只是叫着，有2个人要抓我，有2个人要抓我，要带我走。叫了一会儿，老爷子就去世了。到底他的爷爷看到了2个什么样的人？是不是和他妹妹看到的是相同的东西呢？后来家里的大人问妹妹，妹妹说真的有2个娃娃，还说好孩子不会说谎的。可是为什么在妹妹的眼里是2个娃娃，在爷爷的口中却是2个好像很可怕的人呢？到底为什么？恐怕真的也只有鬼才知道了。